据俄罗斯 Top World 的报道，印度军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后，已重新启动购买由该国自己开发的阿琼主战坦克的计划。他们不仅升级了阿琼 Mk1A 的变体，而且具体来说，印度军队在未来几年内已订购至少118辆阿琼 Mk1A 主战坦克。以上所有坦克均由印度国防公司组装，合同总价值约为12亿美元。Top World 的军事专家分析说，根据合同价值和印度陆军将收到的坦克数量，每辆阿琼 Mk1A 主战坦克的造价将超过1000万美元。相比之下 ，Mk1A 的价格是美国的 M1 艾布拉姆斯、俄罗斯的 T90S 的2倍，并且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坦克的韩国 K2都高出约15%。也就是说，除了计划投放阿琼 Mk1A 主战坦克之外，印度还将成为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战车的国家。但是，印度舆论对军方的计划表示不满。他们表示，对于印度制造的阿琼 Mk1A 坦克价格如此昂贵，他们要求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一名印度陆军匿名说，之所以阿琼 Mk1A 的价格如此之高，是因为他们后期还对这种坦克进行了升级。消息人士还证实 ，Mk1 版本遗留的技术问题已在阿琼 Mk1A 主战坦克上完全解决。根据印度军官的消息，阿琼 Mk1A 比 Mk1 大约有14处改进，其中大部分与弹药系统、车长的电子设备和机枪手的位置有关。但是印度舆论对交出阿琼 Mk1A 的时间表示怀疑。印度军方宣布，118辆车中的前5辆坦克将在2023年中期到达印度陆军。那么，想要完成118辆坦克的交付，又需要多长时间呢？而且，即使每辆阿琼 Mk1A 主战坦克的价格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但是这其中居然还不包括弹药和附带的后勤保障。也就是说，即使印度花费如此高价，他们也没有炮弹进行射击。其实这不是印度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了。印度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万国货国家，当然，作为武器出口方的国家，当然会对自己的顾客表示欢迎。但是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国际武器贸易市场中像印度一样如此受欢迎。究其原因，不过是印度出手大方，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故障率，武器需要经常性替换。像这样一个人傻钱多的对象，作为卖方怎么能不欢迎呢？就比如今年几乎让印度人吹上天的阵风战斗机，印度是以一架2.5亿美元进行采购的。要知道，即使是美国的5代机 F-35的单价售价也不会超过1.5亿美元，俄罗斯的苏57单机成本也不会超过1亿美元，但是印度就是为了阵风这样的一架4.5代战斗机花了近2倍的价钱，并且近日传出消息，他们花费如此高昂的价格，却没有为阵风战斗机配备适用的加油机。要知道，战斗机的战斗能力是由其航行里程决定的，因此印度又要花一大笔钱去买加油机，也难怪印度能够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同时在俄罗斯和美国采购武器的国家了。据美国防务世界12月28号的消息称，乌克兰军方已就当日向美国军方提供了 Maria M1 舰载多功能雷达系统。其实早在2018年，当时乌克兰就与美国达成向美国军方出售 Maria M1 雷达，只是时至今日，乌克兰方面按时交货罢了。事实上，乌克兰向美国军方提供的 Maria M1 雷达系统是上个世纪苏联研发出来的产品，并且俄罗斯本国的一些军工企业同样也具备生产该雷达系统的能力。同样在上世纪，我国与苏联交好时，也曾引进了4艘具备 Maria M1 雷达系统的导弹驱逐舰，随后在经过了不断的改进下，演变成了我国的052CD 型导弹驱逐舰。当时我国之所以引进 Maria M1 雷达系统，主要是看中了其超视距对海扫描能力。同时时至今日，美国海军如今还未能装备这种超视距的扫描雷达系统。虽然此次美国从乌克兰引进了 Maria M1 雷达系统，但获得这种雷达系统真的就能破解中俄的核心雷达技术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随着我国对雷达技术的不断探索，我国也是依照 Maria M1 雷达系统自行研制了更为强大的366型超视距雷达。366型雷达系统在工作方式上与传统的 Maria M1 雷达系统完全不相同。这种新型雷达系统在对海扫描能力上更强，并且在配合一些近程反导武器上显得战力十足。不仅如此，依照366型雷达系统，我国更是研制了新型382型探测雷达。这种雷达能够具备对空扫描能力，因此我国在雷达系统方面已经完全掌握了超视距对海对空扫描
瞄能力的相控制雷达。同样，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突然向美方出售 Maria M1 雷达系统，这对于俄罗斯是一个极为不好的消息。要知道，俄军继承了前苏联时期的绝大部分军工产业技术，但俄军却在众多领域上一直吃老本。很显然，美国在拿到 Maria M1 雷达后，必将对核心技术进行钻研，届时俄海军必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不得不说，此次乌克兰突然向美国出售052D 雷达的原版 Maria M1，着实有些不太地道。要知道，中乌在军事领域上一直都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并且中国更是斥巨资从乌克兰手中购买武器装备和军工技术。但谁曾想，乌克兰不但没有信守承诺，保住军事技术，反而却将这些技术向美国提供，这种背后捅刀子的行为着实有些无耻。总而言之，中国要时刻警惕着乌克兰这样的合作伙伴，同时我们也应当多研发一些自己的军工技术，只有真正的将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才不会受制于人。美国海军新闻网近日发布了一篇文章，隶属在2020年全年中海军发生的热门事件，并且以国际网友关注度来细细排了一个排行榜，排出10大海军热门新闻，其中第1位和第2位都与中国有关。应该说不仅仅是有关，而且说的都是中国海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海军同样排在前10，但却只能排在第4和第9，前3个一个都没挨到。那这次罗列上榜的事件中究竟有什么呢？美国2件事，一件是排在第9的美国海军俄亥俄级潜艇获得新的超音速武器，另一件就是排在第4的是美国海军那个服役好多年的祖母尔特级驱逐舰开始进入2020年代，获得超音速武器，并不算有多热门，毕竟现在都在努力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来着。但是朱姆尔特级驱逐舰不一样，这是美国花费大量心血研制出来的驱逐舰，在技术上那是相当先进，但是奈何却在火炮上一再受到打击和挫折，导致这艘驱逐舰只能放在船坞中生辉。所以这次美国终于试射了一门舰炮，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而中国同样2件事罗列其中，而且还是以一骑绝尘的姿态牢牢占据第1和第2位，说是独占鳌头，没什么人反对吧？而中国作为新生代，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中国武器也会更受国际网友的关心，毕竟这算得上是著名的穷小子翻身记，励志得很的。不说多少国家想学中国，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就是不少本就处在一个发达国家的网友都更期待中国的故事。在外媒的排行榜中，排在第2位的是中国的075型两栖攻击舰，主要内容是中国疑似又出了新武器，最新舰船075上疑似发现了最为先进的无人直升机，而第1名完全以高出第2名1/3的浏览量，牢牢占据首位。这就是一位海军专家萨顿发表的关于中国新型航母杀手是世界上最大的空射导弹 CHASX-13这件事发生在11月，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不少的反响。那么获得国际高度关注，对中国来说究竟是好事更多还是坏事更多呢？美国时常会用这些舆论来捏造威胁论，并且还是对中国实行限制。还有前一段时间，社会舆论中到处都在喜气洋洋的时候，开始又一波声音传出来，告诉大家这是外媒在捧杀中国。先不说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但这确实取信了不少网友，认为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太多的热议，对于中国来说有被捧杀的危险。那么事实是这样吗？说实话，舆论是把双刃剑，用得好，杀伤力那是可以提高数倍的。就像是关于引发国际社会热议的事件，对于中国来说有利的方面更多，而中国战虎局在这一点上可是做得相当不错，凭此完全可以打破国际社会刻板印象，展示自己强大的实力，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度，提高国际影响力。